可是我们来看看，在遥远的中东这个地方，以色列轰炸加萨走廊，昨天可能是最血腥的一天，因为您看到了加萨北部的一间医院被炮弹给击中，导致500人身亡，多么的惨痛惨烈的一个状况。您看到已经是断垣残壁了，500人不是50个人，是500人身亡。加萨的医院被袭击呀，它是平民，它是医院所以阿拉伯国家很生气哦。我们看到中东已经发生了多起示威，约旦也取消跟拜登的峰会，原本有一个4方峰会在今天举行。那4方峰会哪4方呢？约旦国王、巴勒斯坦自治区的政府主席，以及拜登，还有埃及的总统，4方要做一个峰会。那当然是希望赶快把这个战争给这个稳定下来，把它给弭平哦，希望有和平。可是因为发生医院被轰炸的事情，所以你看到包括这些国家，约旦国王也说这个4方会谈没有了，取消了。而拜登他坚持前往中东地区，本来是一度说他也不去了，后来他这个还是决定要去以色列。他在以色列会见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我们看到呢，拜登坚持说要跟阿巴斯还有萨西进行电话会议，就是跟约旦国王还有埃及总统做电话会议啊。那包括这个医院是谁炸的，现在是谁呢？拜登没有讲他也没有谴责，他只谴责，他说愤怒啊、悲痛，可是他没有说是谁做的。那到底是谁做的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在中东世界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已经有大批的人潮出现了。导播让我们看一下那个画面，大批的人潮示威抗议他们认为这是以色列在轰炸让无辜的平民死亡。而约旦你也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民众在声援加萨的巴勒斯坦人所以可以看到呢，因为都是兄弟之邦嘛都是阿拉伯人，所以他们非常生气那我们再来看看呢，包括英国的军情五处以及美国的 FBI 他们很罕见的发动联合示警，说以哈的冲突可能会加剧英国跟美国的本土恐攻威胁。所以现在呢，你看到包括在欧洲，包括在美国也在加强反恐，因为有可能像是911我只说有可能有人担心会有那样子的事情发生。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加萨走廊现在已经变成像是地狱一般的地方了，战场上面没有人道，医院被空袭，难以想象500人丧生，到底谁干的？我们刚刚在讲，两边都互相指责加萨的卫生局说，这个就是以色列啊，以色列人轰炸我们啊。可是以色列说不是我们做的，这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他们射火箭炮失误的关系所以现在到底是谁做的？没有人要承认，互相指责是对方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国防军发言人说，我们有证据，我们最后会证明。这跟我无关，我不负责任我不负责，意思就是说他对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责任。WHO 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他谴责医院被袭击，他说你想想看，这些医护人员外面在打仗，他们到底要逃走还是要照顾这些病患呢？逃跑或自保对他们来说很难他要照顾病患是他的天职，现在整个医院被轰炸掉了，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间地狱呢？我们看看这个围城战可能还不够，以色列撤离令让加萨110万人拿命逃难，联合国很生气，联合国回应了，他说以色列这种做法要求加萨北部的民众撤离，可能已经构成了针对平民强制迁移，有违国际法之余。可是你看看以色列多强硬，以色列驻英国大使这位女性的这个大使，她怎么说？她说加萨没有人道危机，现在是哈马斯需要为杀害无辜以色列人付出代价的时候了，这就叫以暴制暴，以眼还眼，还有所谓的国际秩序吗？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以色列现在其实他面对的是北边有黎巴嫩，还有包括伊朗这些国家也蠢蠢欲动我们看到伊朗发出了这个他们的国家通讯社发布了新闻稿，他说针对加萨地带医院被空袭这件事情，以色列伊朗谴责，同时宣布18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哀悼，并且他也说了，
如果真的有可能或者是进一步有更过分的举动，他们也有可能会加入战局。而另外，以色列黎巴嫩边境也有这个4名以色列声称的恐怖分子企图潜入啊。所以必须要讲以色列士兵现在在以色列跟黎巴嫩中间一直巡逻，还有包括对于伊朗，他们也非常的忌惮。伊朗警告以色列不要再轰炸加萨，否则会抵抗势力无人能挡。所以情势会怎么做，会怎么发展呢？如果说伊朗加入战局，看起来美国也会出手，那这个战火的对外的扩张的这个范围可能会更大、更广、更远。来请教蔡委员，对于加萨的医院的这样的一个战火底下的悲剧，大家都是群情愤慨，也非常的痛心。所有的人当然都要指向以色列要负起责任，因为以色列是进攻方，他当然会这个罪嫌最大，嫌疑最大。那以色列他说他自己辩护，他说不是他打的，那你要拿出证据来。那拿不出证据，当然就是你以色列犯得下的一种战争罪行嘛。那这样的事件能不能阻止以色列继续进攻？没办法，没办法。不管是美国也好，他当然是相当袒护以色列哈。不管是俄罗斯或者中国，都是劝两边能够尽量的停火。可是这个不是现在能够用劝收或者是用什么方式，包括伊朗用什么警告啦，现在都没办法。好像我们全世界对这个事件束手无策。这世界的秩序所有秩序已经全面的失能了。那我们会看到更悲惨的事件可能会陆陆续续的发生，因为战争本身就是一个事件盖过一个事件。我们来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俄乌战争的时候，布查事件发生，不是也全球群情激愤吗？然后有没有办法阻挡俄乌战争继续延下去呢？没有。那俄乌战争走下去，走到今天，大家也把布查事件都忘掉了。这个就是战争有自己的规则在运作，让人家最痛心，就是没有人能控制你说纳坦雅胡能不能停火？纳坦雅胡他底下有一竿子人，都是要为这场战争在打仗在积极的推进。你说这个拜登呢？拜登去，他可能也会只是这个责怪一下以色列。然后他还要表达他跟以色列站在一起，因为他有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每个人都卡在这边。那很多国家也会对这个医院的事情对以色列进行谴责，但是没有人对以色列进行经济制裁。是。换句话说，都仅止于愤慨谴责。那以色列声望空前低落，拉着美国空前低落。那在欧美国家可能会继续发生一些恐怖攻击的行动。那我们的社会就是在这种无秩序的状况底下，继续这样混乱了一段时间，混乱多久我们也不晓得。庆幸的是说我们台湾跟亚洲地区还算安稳，可是美国硬要把我们拖进去，所以连个预算案都要绑乌克兰、绑以色列，再绑台湾。难怪马英九需要对美国人这样讲你不要把台湾当武器好不好？可是言则谆谆，听则渺渺。我们想一想，也是蛮令人难过的一件事情。是赖老师，拜登到以色列的前夕，爆发了这个医院被炸。对，一个医院被炸，没有人能够接受。是，所以我们看到绝大部分的国家群情愤慨，但是很奇怪的地方是，欧美的媒体相对的谨慎保守，不处理，这个就不寻常了。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拜登去之前爆发了这样的一个炸医院的事件？他到底在释放出什么讯息？以色列第一时间就说，他初步调查的结果就是您刚刚所谈的这些圣战组织，他发射火箭，但是火箭失控，所以误炸是这个医院。可是俄罗斯的发言人已经直接表明了，他说，以色列你既然指控是圣战组织，那你表示你手上有证据，表示你有人造卫星，你有去做监看，你有拍照录影，所以在这个情形下，你应该在最短时间内提出来你的证据，不然的话，我们就合理的解释就是你，因为你是进攻方，而且呢，你是往加萨地区攻击的这一方，而加萨地区的不管是哈马斯或是其他的武装团体，
是往你以色列的方向打击，所以这个方向是不一样的。那在这个情形下的话，你以色列有责任有义务第一时间提出科学的证据。那当然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并没有回应，所以大家也在看。可是问题就在于，大家在问到拜登的时候，假设今天有个记者问说：“假设是以色列做的，你拜登你的态度怎么样？是不是一样的严厉的谴责，然后要制裁？那么要以色列呢？是不是这样呢？”这个时候，我相信拜登的话就改口了，一定是转变。这代表什么？代表欧美的国家面对于自己的人，或者面对于他所支持的对象违反人类战争罪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双重标准。一旦是双重标准，就是没有标准；一旦没有标准，就是没有价值、没有原则。所以他的所谓的人道主义啦、人权啦、什么民主法治啊，所有的东西，其实对于那些国家来讲，他根本不相信，也不信任，因为他不认为那是他的价值观，不然他就不会双重标准。如果这是欧美国家的价值观，他不可能双重标准。可是如果一旦是双重标准，他就没有这个价值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道理。现在有很多国家开始对于以色列要求要起诉了。我想国际刑事法院已经在做调查了。哈马斯的领导人被起诉、被通缉，这个已经不在话下，早就这样做了。现在的情况是，如果以色列的总理，国际法院敢不敢通缉他？还有他的那一群集团敢不敢通缉他？这个也考验国际刑事法院在国际之间他的是不是双重标准。如果他也是双重标准，他的信用就破产了。是，来请教彬哥。现在这个医院到底是谁炸的，众说纷纭。但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以色列的嫌疑比较高的？其实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大家都看到了嘛，也就是这个哈马斯的用的是非常简陋的土制的火箭弹。土制火箭弹能够把医院炸那么严重吗？是不太可能的，几乎整个被夷平了。对，所以这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要以色列才有那种 J 弹啊，这种炸弹才比较可能造成这么强大的破坏力。那再来呢？你知道大家一开始最疑心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吗？是因为本来以色列的发言人发了一个 Twitter， 他说我们查到了在医院里头潜藏的哈马斯的基地，所以我们去攻击他。然后他发完之后秒删，然后就出现了这个医院被炸掉这个讯息，所以大家就开始在怀疑。然后刚刚呢又有新闻，就是以色列他们几个发言人又贴了一个照片，是说那个其实啊有一个影片显示啊是那个哈马斯自己的火箭弹掉到里头才造成这样的结果。结果呢就被那个纽时的记者一看说，不对啊，你这个时间点不对，对，你这个好像是爆炸完之后才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影片，然后又秒删。所以请问一下是到底在干嘛？所以这个就更起人疑窦。当然我不是说一定是以色列干的，因为现在消息其实非常混乱，对，所以还是要进一步的。但是我必须说，加沙走廊这边现在最大的危机就是不仅是当地的民众已经被断水断电，没有任何生活物资，这一些受伤生病的人遭受死亡的威胁非常严重，因为医药物资缺乏也就算了，实际上光这几天我们先不要算这一间医院，因为到底死伤多少人没人知道，500人只是大家在那边推估。光是这几天当地的医院各类医院至少遭受51次以上的攻击。那请问一下，这个攻击你不要告诉我都是哈马斯干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摆在眼前的事实。以色列也许不是故意的，也就是他可能真的是想要去消灭哈马斯，可是战争就是这个样子嘛，谁能够精准到我只炸这一间不炸另外一间，我只炸这个人杀这个人不杀那个人，不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嘛，所以他一定会伤及无辜。但是我觉得这个以色列驻英大使这种讲法是非常危险。他说加沙走廊不存在人道问题，你说的哦，以色列人负责以色列安全，然后巴勒斯坦人负责巴勒斯坦安全。那如果这样的话就糟了，你知道这样会造成什么结果？那就双方互相虐杀，因为你自己告诉大家没有人道问题啊，那以后双方的手段就会越来越残酷。那以色列希望发展成这个样子吗？我真的觉得大家都是人类，很多东西还是要回归到人类的基本面。是哈马斯这一次是他掀起战端，这个毫无疑问。可是哈马斯为什么可以得逞？因为以色列大家知道他们的武器，他们有铁穹，他们有各种这个铜墙铁壁，怎么搞的会让哈马斯这个发动奇袭成功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包括在边境这里，就有一个瞭望兵跟媒体爆料说，他们已经跟长官报告好多次了，说这个沿线出现不寻常的事件。可是长官说：“哎呀，哈马斯就是混混而已啊，搞不出什么名堂。”所以是不是轻敌了哦？已经是天天战哈马斯，所以他们轻敌了，觉得那一帮人是乌合之众哦，所以才会发生这样不可收拾的悲剧呢。而现在呢，战争真的已经开始了，以色列做新的准备了。以色列的军方发言人说，我们现在正试图攻入哈马斯的地底下的加萨地铁，意思就是那个长至少500公里的地道哦。他说啊，这个地道的建造者是为了掩护其他的恐怖分子，所以他们会有一个新的计划，继续除了对这个加萨发动攻击或是这个轰炸，还有筹备恐攻哦。他意思就是说，这个地道里还有其他的恐怖分子要对西方世界做恐攻，所以要把它整个给摧毁。像是日经亚洲杂志就说，大概有400辆的以色列的国防军的坦克，还有各式的装甲车，在这个边境上面整个带弹在待命，有可能随时进攻。媒体也拍到这样的图片这个是以色列的梅卡瓦坦克，顶上有一个像是铁笼一般的东西，我们放大放在这里，大家看一下加盖顶笼是什么意思原来是要防止这个无人机的攻击，因为无人机如果从上面攻击，这个坦克可能会被开罐头，坦克就完了。我们看到在乌克兰战争中也发现这样的事情俄罗斯那个时候也在坦克的顶部加装像这样子的铁笼，而且有各种不同的设计。讲到乌克兰就联想到俄罗斯。我们看到俄罗斯现在在干嘛嘞？他的总统普京出访了，来到中国大陆参加“一带一路”的峰会。你看到他跟习近平已经见了面。习近平说他会跟俄方、跟俄罗斯一同准确的把握历史的大势，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两边的政治会不断的深化，然后有很多战略的协作越来越密切。所以呢，就有一些评论，包括《华尔街日报》，他就说了，以色列哈马斯的战争让西方或者是说让世界的权力平衡向中俄来倾斜那现在呢，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结合的越来越密切，所以权力的倾斜现在往这一边来了。我们看到包括中俄共享航空火箭潜舰技术，还有民用核电厂的合作密切。而另外你也可以看到呢，在能源的合作上面，俄罗斯希望达成向中国出售更多的天然气，计划要修一条叫做西伯利亚力量2号的管线穿过，你看到整个穿过所谓的蒙古，要输向这个中国大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管线之绵密之长的所以两国在经济、在政治上面、在军事上面可能都有合作。赖老师，我觉得警戒疲乏是一定会出现的因为例如说台海之间也是一样，那不断的就中线或者是台湾四周这样绕的话，我们的台湾的空军、海军或者是其他的单位都也会出现警戒疲乏。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过去哈马斯他采用的手段是小股部队的游击弹，游击队的打法，就是打了就跑，发射几枚就停掉就溜，这样的一种打法。所以对于正规的这个以色列的军人来说的话，就小混混嘛，而且老是打不着，打不动。所以当他的士兵开始发现跟以往有不一样的时候，他轻敌了确实轻敌了。那这个代表什么？这代表哈马斯在这一次的筹备中，它是进行了比较长的时间，一般估计至少1到2年的时间的筹备。可是问题就在于1到2年的时间筹备，为什么都没有被发现？所以这个以色列自己的情报机构，他们承认了，他们也道歉了，说他们在这个方面有失职。那整个政府单位、军队还有情报机构，要等到战争告一段落，或者战告一段落之后，以色列人民会去清算他们。因为以色列人民已经说我们不可能忍耐内塔尼亚胡，我们给你这么多钱，权力也都给你，你这瞎搞胡搞，然后搞成这个样子。所以他们对于内塔尼亚胡，他们要清算的。他们对于军人的，尤其是国防部部长，还有就是情报局长，这些他们都要算账的。我想这个会发生。现在的一个情况是这样的，
以色列的意志很坚定了，这个意志是不会动摇的。怎么样呢？就是铲除哈马斯的所有的力量。那如果说这个目标没有办法完成的话，至少那么大量的铲除哈马斯的力量，让他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再也没有能力反击。而他这个理念，他这个意志得到拜登的全力支持，拜登也支持他，那么去把哈马斯做一个大量的歼灭。那他们用歼灭其实就是杀光的意思啊。那所以以色列目前的一个部署啊，集结兵力的集结，就是要进入加沙地区开始进行扫荡。那进入加沙地区进行扫荡的时候，这个战争绝对是惨烈的，那死伤的人数一定会扩大。那当然，我们现在在估算的是这样子，有更多的分析家或是战略家一直认为说，哈马斯是一个理念，一个仇恨犹太人、仇恨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仇恨的情绪，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价值观。他们认为以色列根本不应该建国，也不能够成为一个国家。所以美国驻中国大陆的大使讲的没有错，他说在以色列或者在这个地区，他们是不同意，哈马斯也好，以色列也好，是不同意两国方案，因为以色列不让巴勒斯坦建国，哈马斯不让以色列已经建国的国继续下去，所以要把它推翻，要把它消灭，这样的一个情形。好，那所以如果你即使把现在的有生的这些哈马斯杀掉，那有更多的，你已经制造了更多的仇恨的种子。这些年轻人在加沙地区的，或是在约旦地区的，或是在海外的穆斯林，这些极端主义者绝对有嘛，或是他们在他们的移民的地方的是失意的这些年轻人，就是像伊斯兰国那样的人，他们组建出另外一支武装部队，进入到加沙地区，或者回到这个巴勒斯坦，继续跟以色列打，这个你就不能排除了。所以这样的一个，你现在打掉哈马斯，可能会有下一个哈马斯出现，只是它的名称也可能继续是使用哈马斯，也可能不再使用哈马斯。不过哈马斯这次奇袭的成功，对于他的威望是很有帮助的。是，所以搞不好会有更多年轻人会被招募进去。目前像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已经宣布说，法国已经进入高度警戒了。像我女儿在巴黎读书，他们现在到学校去安检都已经非常严格，那就跟我在当时读书的恐攻911之后的恐攻一样，非常的严格。所以看起来这个世界会继续混乱一段时间。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观众朋友，我们看看拜登总统已经抵达了以色列。您也看到画面上，他跟纳坦雅胡以色列的总理两个人坐下来谈话。而刚刚拜登发表演说，他有特别讲到，他说以色列他在以色列发表谈话说，加萨医院被空袭，他认为很可能是另一方所为。这代表什么意思？来请教彬哥。这代表不想担负这个责任嘛？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拜登说的。对啊，因为我觉得很明确的就是，以美国的军事力量跟美国的观察能力、情报收集能力，他要这样指控对方的话，他应该要拿出相对明确的证据出来，而不是只是嘴巴说说，而且用疑似这种方式，那这个就没什么太大意义。你用疑似的方式去讲的话，那对方一定是否认嘛，这也没什么好讲。如果你要指控对方，就是拿出实锤的证据，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了。那当然，拜登如果有实锤的证据，不管是证明哪一方，他拿出来，他都知道会造成很大的后果。我想他就跟加拿大的杜鲁道一样，我有证据，但是我死都不拿出来，就这样，大概就会沦落到这样一个下场。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也不是单纯炸不炸医院的问题，而是这场战争到底怎么解决的问题。看起来是非常难解决啊！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第一个态度这么强硬，第二个其实他的对手哈马斯也是很强硬，因为哈马斯现在还在不断的做反击，那他到底还有多少反击力量也不知道。这也是以色列为什么调集那么多推土机啊、坦克啊，就准备去做这种地道战。那你去打这个地道战，接下来一定是千言日久、旷日费时，然后双方死伤大概都会蛮惨重。那这个就会冰连祸结，然后冤仇就越结越深。
它这个坦克上面的梅卡瓦上面加装这个铁栅，其实加上这个铁栅不是俄罗斯先发明的哦。这个其实最早是什么时候？你知道？是美国在伊拉克的时候。当时因为其实本来在正规战的时候，美军是没装这个的，是后来美军已经打下伊拉克了，结果美国的坦克在街上跑的时候，常常被人家用 RPG 偷袭。那你光是近距离用爆炸反应装甲这些东西，第一个很贵，第二个爆炸反应装甲就棒一下，那你打他们自己的士兵也会受伤，所以后来他就在旁边装铁架。装铁架的目的干嘛？早日触发你的那个 RPG 的弹头，让你直接在他的坦克外面就先爆炸，那这样子对他的损伤就会比较少，就解除危机了。对，所以俄罗斯这个也是同样的道理。但是问题是铁栅毕竟还是有缝隙，有这些东西嘛，你刚好被人家打中这个地方就穿过去，因为上面那一层铁皮是很薄的，不像那个它的正面这些地方，所以这是一种就是算是防止这种小型进破武器的一种做法，因为哈马斯手上也只有这种武器嘛，所以这个算是蛮实用的。只是当战争进到这种地步的时候，因为双方作战距离都太过接近，双方作战距离太过接近会造成一个什么后果？就是高科技武器变得没什么用，你知道什么高科技都没什么用，这时候就是看人的血肉跟你的战绩战力。那你进入这样的一个作战模式之后，我个人真的是觉得。恐怕这真的是哈马斯想要，因为哈马斯也希望战争拖久。那对纳坦雅胡来讲，战争拖得越久，他就不用被清算下台。那双方这场战打下去的话，我真的很担心这个加沙走廊这边恐怕要付出数十万人死伤的代价。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教蔡老师怎么看以色列还有包括哈马斯现在的反击的力道？那个力道当然是一边倒啊，就是以色列还是属于比较强势啊，因为它各方面的军备补给都没有问题。那哈马斯补给是相当有限的，隔一段时间它也会陷入一些补给困难的状况。但所有的战争场面大家不乐见，可是我们也只能眼睁看的发展。最搞笑的是《华尔街日报》，他现在关心的说，以哈战争造成世界的权力平衡向中国跟俄罗斯倾斜。你这什么时间点你要关心这个？这是中国跟俄罗斯乐见的吗？这是中国俄罗斯去争取来的吗？说句不客气的，中国跟俄罗斯对于以色列也没办法，对哈马斯也没办法，那只能人道援助，等能道德劝说。顶多就是道德绑架嘛，说以色列如果怎么样，那我要怎么样啊？你干嘛？你说这个第一个，俄罗斯也不可能对以色列进行经济制裁啊，因为俄罗斯被经济制裁的，以色列没有参加啊。那中国，你家那时候中国对以色列经济制裁也好像也蛮难的，可是中国一定会相对在言论上比较站在那个所谓巴勒斯坦人那一边嘛，因为。中国现实问题，就它境内的穆斯林人口比较多吧，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这种现象了所以那你说前提大家会觉得中俄，那中俄只能做事后的核事了比如说要不要派维和部队啊？那如果说这个救援物资你这个阿拉伯人开进去也有问题，然后美国人开进去有问题，那就让中国人、俄罗斯来吧，那只能这样子。所以天高皇帝远。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北京清华大学法学博士蔡正元，主持人好，大家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这一个人，他是美国人权基金会的执行长，叫哈弗森他来台湾访问，来参加论坛。结果呢，范云说他跟哈弗森聊天他们两个谈话之后，他发现10几年前的一桩往事。哈弗森跟他说，10几年前他来台湾的时候受到马政府的打压马英九叫他不准在台湾批评中国大陆。那罗志强当时是马英九的发言人，他是总统府的发言人嘛，他就非常生气他今天就说
范云贴文指马总统本来他是说马总统打压啦，马总统告诫啊，马总统叫他不能如何，后来他的发文有改成马政府所以罗志强讲，证明范云知道马总统没有说过这些话，还要栽赃，还要造谣，这才是不折不扣的台湾之耻。果然，我们去看范云委员的脸书，他的确有改他把这个故事写的时候呢，他改过，他本来写马前总统要求他不要批评中国，后来改成马政府要求他不要批评中国。因为这个哈佛森人还在台湾，就有记者问到这一题嘛，他就说其实是外交部的人跟他讲的。他说那个时候2010年13年前他来的时候呢，外交部的人员有陪同嘛，而且还有开这个轿车就当然要接送嘛，贵宾嘛这个有中华民国国旗的轿车到机场接我，可是，在演说前表明你在台湾批评中国是不可被接受的。这个外交部人员到底是谁啊？记者就跑去问吴钊燮说：“这个是不是可以查一下当年这个载他去的那个或者陪同他的这个人是谁？”吴钊燮说：“是10几年前的事情了啦，难以考证啦。难以考证的是，为什么范云委员会讲这样子，好像绘声绘影讲了一个话。”一个故事，什么还把他的行李丢出去啦，什么后来放他鸟啊，放他鸽子啊，不载他呀，讲的好像真的煞有介事啊，所以马英九啊、罗志强啊、马办当然很生气。不过我们先来看看马英九前总统，他现在人正在纽约他在纽约大学有演说嘛，大家看到旁边的是孔杰荣他也是汉学专家马英九说，美国应该要鼓励两岸和谈那讲了一些话，就说美国有一些国会议员好像有在鼓励战争，或者是说这些国会议员的这个立场，他觉得不是很好马英九前总统有他的观点，可是外交部立刻发出新闻稿说，马英九演说内容刻意迎合陆方，深感不解与高度遗憾。陆委会也发声明说，蔡总统执政近8年，从来不让中共取得对台湾使用武力的借口。马英九一昧的规则政府，迎合中共的政治主张也就是说，蔡英文政府就是在指责马英九，你在美国的说法都是在迎合中共，阿共同路人，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啦。如果简化来说那可是现在我们面临到一个问题，有可能 ECFA 要停了本来这个台湾也有很多人反对嘛，那就让它停我们看到了馆长有一番说法，有一番反应，我们来听听看。我真的有时候真的很生气，但是我觉得习近平主席呢又很没有用。我真的很想要叫你们中国试一次，然后让蔡英文跪下，让赖清德跪下，让台湾人上街头就把总统府翻了，做一件事就好了。习近平做一件就是我陪你，我们大家一起陪你，我们大家一起经济衰落没关系。整天在讲什么服贸货贸，你把全部货贸停掉，不要再买台湾的东西了。台湾不需要这1600亿的美金。不需要1年，不需要5兆多的台币，不需要，因为我们的台湾人非常非常的有中国的都不要希望习近平主席可以马上立即停止货贸，全部都停，两岸都不要来往，这是东西都不要给我买台湾的，全部都买，全部都关，拜托你关。我整天看那些绿卫兵在那边嘴巴爱台湾。然后卖大陆电器，嘴巴爱台湾卖大陆贴牌，嘴巴爱台湾卖中国飞机杯，我非常看得非常。拜托习近平主席，求求你了，马上停止。这当然是反讽嘴巴说不要，身体很诚实。如果真的两岸断绝所有的贸易来往，我们都不要了，通通切断，会怎么样？其实也不会怎么样，顶多会付出一些代价而已。我们先来看看国发会主委龚明鑫他怎么说。他说ECFA 在关税折扣减免的259亿台币台湾对中国减免大概是32亿台币，所以如果终止这个 ECFA不是说你不能对大陆出口，而是你只要多给钱就好了，你多给259亿，将近260亿台币的税，就多给大概8亿美元的税就可以了所以看起来好像我们的这个执政当局已经经过评估了。那万一呢？这个讲的震天嘎响的，现在有2个战场在这个全世界这个全球开了2个战场，在乌克兰有战争，在以色列跟这个巴勒斯坦有战争。那如果台湾万一开战，
那到底哪里是战场呢？我们先来看看邱国正，我们的国防部部长，他说台海周边都是境内，只能努力迎战，意思是全国都一样，全中华民国都一样，你不可能说躲在哪里或者哪里是后方，哪里是前方，没有前方后方之分了。因为你看看这个例子，花莲的七星潭被列为红色海滩，这是睽违34年之后，什么意思？1989年汉光6号之后，国军从来没有把这个地方纳入红色海滩。红色海滩是什么意思？就说共军啊，对啊，阿共啊，如果要对台进犯的话，进攻的话，2栖登陆的近20处海滩本来没有七星潭，现在也被列入了，表示说警戒的范围越来越多，越来越广哦。你看到了，包括共机穿越巴士海峡、轰六长航东部外海。好像要模拟反介入作战，以及你看到《自由时报》这个独家，共舰出没我东部海域舰上5星旗，明显可见在东部海域也出没了。台湾这么小，哪有前方后方之分呢？所以赖清德是不是很不负责任？因为他不断的在选举的这个场域啊，他喊出口号说义务役，你不用担心，各位爸爸妈妈，你不用担心，他们不用上战场。可是我们要先定义哪里是战场，我们要定义啊，所以我们打电话去给国防部昨天就问了这句话，问了这个问题，到底哪里就义务役是不是可以不用上战场呢？如果台海危机升温，义务役可以选择弃枪不上战场吗？我们看到国防部最后给我们的回应，经过了4个小时之后，给我们的回应是说这是假设性的一个问题，所以不回应那陈建仁，我们的行政院院长也说这是不实传言，1年期义务役成主要战力吗？他说没有，是以守备部队为主这个前线不用你去。那另外呢，我们看到风评的这一篇报道，他说义务役不上战场这件事情是骗选票，怎么可能呢？陈建仁以媒体不实报道驳斥那绿营的立法委员强调义务役不会送到金马外岛。所以你只定义金门马祖是战区吗？还是说只要在台湾本岛就不算是战场，不算是前线呢？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讯息从美国传出来的，这是路透社的独家报道。他说，根据消息人士指称，拜登可能会考虑一项大概是3.2兆台币的追加预算，包括要对以色列、对乌克兰还有台湾的国防做援助。我刚刚讲了。现在以色列在打仗，乌克兰也在打仗，我们台湾为什么要被列上去啊？什么意思啊？来，先请教这个蔡委员。首先，范云本来想要打马英九，就把自己的满脸打得红肿肿的。他先说是马英九讲的，再说是马政武，马政武放脸就大了哈。我们现在马政武当时员工有多少啊？少说10几万吧。那翻车也就算了哈。我要不客气讲哈，这个所谓的美国人权基金会，它全名就是人权基金会哈。这位哈佛生是挪威血统的委内瑞拉人，他们家是在挪威是一个赫赫有名的财团大家族哈，所以有的是钱。那因为后来委内瑞拉开始走所谓的把资产国有化、特种这个垄断事业国有化，他就走上了所谓的反政府的一个道路上面去，他们家族就变成财团对抗一个所谓的庶民政府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算是一个高级亲美派一个高级亲美派。那他到处鼓吹说要反权威啦，委内瑞拉他也把它当作所谓的威权政府在反对那这种咖我们台湾就是捡到篮子就是菜实在谈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人权斗士那找他来演讲，马英九也找他，政府也找他来，现在民进党政府找他来，算了，不，这种状况不想提了，是不是？对，那马英九现在在这个美国讲话，难得他讲得这么好，难得他讲得这么清楚。他说：“你美国不是要创造和平的话，你就把两岸弄和平嘛。你是做得到的，你不是做不到的。”你趁你现在还做得到，你赶快做，而不会等着要台湾买什么 AK-47啦，要台湾买什么手榴弹啦，要装什么弹药库啦。那美国的政客来的，1要钱，2要干嘛？2就是收拾台湾打仗嘛。你把台湾当什么？当武器这是个事实那马英九是在劝美国人，但美国有一些人
也是善良的，也知道听得进去马英九讲的话。你美国要去跟中国大陆斗，你用个小小的台湾做牺牲品，这是不道德的。好，不过馆长也不必气了哈。那个可能今年这个或者明年年初啊，这个大陆上要所谓的贸易壁垒调查一出来的话，大概 ECFA 有等于没有了啦哈。或者甚至于它的影响力会超过 ECFA 啊。这个当然他骂这个习近平好像没有用的样子哈，但是气话了哈。基本上习近平是相当有忍耐力的人哦。你也不晓得他什么时候会出招哈，这一点倒是要注意。不过国防部长说，台湾周边都是境内，只能努力避战。那赖清德说，反正义务役不会上前线，不会作战。你们在讲什么？那到处都是战场，那到处都是可以躲得掉，还是说你标哪个地方解放军不会打？那很搞笑嘛。你说要避战，那你避战整天在骂说啊，别人是亲中政权，然后马英九讲这个话就舔共啊。那好，那你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民进党是更好的方法，你说来看看嘛。不过你们倒是很客气的哈，累了抗中保台3个人竟然没有09万林非凡林非凡是更经典的哈，他可以当兵，他不当兵就当替代役啊。那整天说要搞台独啊，要这个所谓爱台湾啊。那这样子好了，我们台湾分2个，要搞台独人负责参战，不搞台独人负责督战。那我们就来看看谁有上战场嘛，这很合情合理的东西啊。那要当兵呢，以后也可以这样啦，像搞台独的去当兵啊。民进党要鼓励他们的徒众啊，去报考军校啊，鼓励他们的徒众去所谓，尤其台湾大学的什么学术，国防学术班都找不到人，都关门了。是，而且是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关门太丢脸了吧？你民进党不是很多学生都在，不过当然民党的学生很了不起啊，他觉得说混个几年国会助理啊，然后上街头去立法院宣周子啊，就可以当09万、13万啊。那他干嘛去当兵、当军官那么傻？是。那你聪明，别人笨吗？这是民进党自己先想清楚哦。我投给民进党义务役的风险会非常高来，彬哥，我觉得范云这种偷改文章这种行为真的很要不得啊。因为我昨天看他第一时间，我就看他清清楚楚写的是马英九，我心想，以马英九的个性，怎么可能会去做这种事情？亲自跑去跟人家讲说这个你不准讲什么什么，这根本完全不可能是马英九会做的事情嘛。然后现在变成马政府，那马政府也很简单啊，到底谁讲了，把他抓出来啊，指名道姓啊。我相信能够去接待这些在外交部10几年前就在外交部能够负责接待，现在应该也是一个中阶以上的职位了吧，应该找得出来。对啊，应该找得出来，这个人应该也在外交部啊，把他找出来啊。吴钊燮为什么不去找他看看？这种人不是你们最深恶痛绝的吗？那现在为什么不去找？是不是怕找出来更难看？就这么简单而已。所以我觉得去操作这种东西本身是没有意义的。马英九总统不管过去我也认为马英九很无能懦弱啊，温良恭俭让啊，真的把自己的大好江山全部丢掉。但是呢，马英九最起码是现在当今台湾的政治人物里头唯一一个敢去中国大陆高喊中华民国万岁，然后敢到美国去指着美国人鼻子讲说你们不要让台湾变成乌克兰，不要去搞这些东西。请问一下，民进党哪一个敢这样做？一个都没有啊。民进党谴责他。对啊，所以民进党反而谴责他。对，他比你们都有 guts 多了。民进党一群孬种，结果人家最有 guts 的人，你们还谴责他，那不是好笑吗？还说什么银河陆方中国大陆说要和平，我们也说要和平，然后就银河陆方。他还说那个一个中国架构是不对。那请问一下，我们不是中国到底是什么？你讲清楚啊！你讲清楚啊！中华民国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嘛？你们讲啊！我们的宪法到底怎么解释嘛？这些人自己违背了宪法，还在那边鬼扯一大堆。我真的觉得他没有什么好不解跟高度遗憾的，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招架，所以只好去讲这些有的没的。那至于说 ECFA， 我觉得龚明鑫的回答超好笑，他说每年多付一点税就好了。8亿美元，你讲的真轻松嘞。我们先不要说付这8亿美元，我跟你讲，到时候你付不了这8亿美元，为什么你知不知道？因为你东西卖不出去。很多东西你价格一旦上涨，人家就不跟你买，好像人家一定要跟你买的样子。你到底你居然还是国发会主委，你怎么会用这种小学数学去算这种东西啊？会不会太夸张？真的是我觉得洗地也不是这样洗的。那老实说啦，邱国正好歹是个职业军人，我觉得他讲话相对比较客观一点，就是该讲的他还是会讲。那
可是问题是我们自己要去面对事实嘛。台湾就是个小岛，一旦发生战争，就是全台湾都是战场，这没什么好讲的啊。然后什么前线后方的，根本没这种东西。然后他讲的其实没有错哦，也就是说，那个我们的义务役是负责守备，义务役当然是负责守备，因为义务役就是负责当沙包的。我根本没有骗你啊，守滩头啊，就是守滩头啊！你怀疑，因为你没有受过训练去守滩头嘛，先挡第一波攻击，挡到迟滞的解放军攻击之后，我们有训练的职业军人才有反击的力量嘛，不然你要前线职业军人全部打光了，这些没受训的你叫他回去做反攻的拳头部队啊，那不是找死吗？所以本来义务役征召来就是来牺牲的，不然你以为来干嘛？有怀疑吗？所以这是事实，事实就要告诉大家。我觉得再用欺骗的方式是不对的。那至于说为什么这个援助里头啊，乌克兰、以色列还有台湾，那人家已经讲得这么清楚，你会不知道吗？我不知道为什么下一个是我们哦。就是很简单啊。美国认为台湾就算不是下一个，至少顺序非常高啊，不然的话他干嘛做这件事？这个不过在研议中啦，因为现在还没有确认这个预算。来，老师。范云本来以为他拿到了马英九的小辫子，很开心，马上猛攻，结果呢自己捅了一个马蜂窝。他一开始讲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不可思议，一个中华民国总统对一个 NGO 非政府组织来到台湾办的一个活动，能够去演讲，已经对于这个组织算是很重视了。对，那怎么可能会全场听完？总统那么忙，怎么可能？对，所以这一位哈佛逊把自己贴金贴太高了，然后现在问题就在于他本身，我们看到外媒就说他的基金会是跟 CIA 是有很深关系的，所以他一般被判断认为是 CIA 的外围手套、白手套，在海外专门从事来去对他国政府做颠覆工作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他要站出来讲。马英九提到了9·2共识，不要忘了当初跟蔡英文有公开辩论哦，这是他的公开政策，而马英九赢了，也就是说台湾的民众支持马英九的9·2共识。那你今天何错之有？今天是你民进党违背了人民的意志，你自己本身不民主，你自己违抗了人民的意志，你想说你有权利，你就可以为非作歹。当初马英九跟习近平在新加坡谈9·2共识的时候，你蔡英文的选举是说维持现状，合理的解释就是维持9·2共识的现状嘛。你一上来以后就撕毁，我觉得马英九有勇气跟美国人说，不要把台湾当成一个战场，不要把台积电当成一个工具。然后你今天美国人既然怕介入台海战争，既然怕跟中国大陆打仗，你就不要在台湾乱搞嘛。那这一点上又有何错之有？站在我们人民不想要战争的角度，而且提出可避免战争的方案，何错之有？结果是我们的外交部、我们的陆委会站出来谴责马英九前总统。观众朋友，战争我们不想看到，